Who is Yilong? You're Yilong. I challenge your Chinese kung fu. Me and you must have a fight. Let's fight. 中国少林功夫再次遭受老外的质疑，外国选手甚至伙同教练大闹武僧义龙的比赛发布会现场，当众推搡义龙就是一个怂货，没有一点实战能力，只是被赛事平台包装出来打假赛的冒牌货。难听刺耳的脏话全部招呼上去，使得中国拳迷气愤不已。而为了扰乱武僧义龙的比赛心态，老外模仿中文写下来中国功夫花拳绣腿8个大字，送给在场的所有中国人。或许有人可以说义龙没有拿到过真正的世界冠军，但是自中国拳坛成立以来，义龙敢打敢拼，无所畏惧，为中国拳坛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这场比赛，义龙在中国四处拜师学艺，终于将传统武术与少林功夫相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战风格。今晚义龙只要出战，就要让老外品尝到真正的挨揍滋味。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黄色长裤就是中国选手武僧义龙，黑色短裤就是新西兰选手布莱德海登。一上来，义龙不做太多的试探动作，直接对布莱德的内围发起凶猛进攻。布莱德是新西兰境内最优秀的泰拳手，义龙这么做就是打算杀人诛心，在绝对的战力水平上碾压对方。是由新西兰的布莱德海登来挑战义龙呢？在前面有个故事，因为我们在去年曾经到新西兰的这个奥克兰进行了一场新西兰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里头，布莱德海登呢，战胜了义龙的实力一爆，那么就要向义龙发起挑战。那么今天，布莱德海登就来到了武林风的擂台上，来向义龙发起了挑战。但是从第一局比赛刚开局来看，海登从这个力量上来看，和义龙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我们从打击力度都能看出来，嘣嘣作响。你看，你再看看这个海登的出拳和出腿的力量，那和义龙还是有差距的，就是从这点就感受出咱们的双方的一种实力的差距。那么义龙说：“你来吧。”难道义龙要上演他在新西兰比赛当中金钟罩那种硬攻吗？他可以让海登来打，但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是太害怕，还是双方水平差距过大。布莱德的拳脚招式打在义龙的身上不疼不痒，相反，只要武僧义龙发起进攻，总会让对方迅速逃跑，完全就沦为了义龙的训练沙袋，疯狂蹂躏殴打。尤其是这场比赛，义龙貌似将少林金刚腿加强了不少，不是猛踹对方的腹部，就是从布莱德的下盘做文章。转身的后蹬，再来一个，这个转的这个角度还不对，如果再转狠一点的话，蹬对方的腹部，那海登可能就要投降认输了。今天这个义龙打得多么有这个表演性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大开大合。海登心里说：“我也不是泥儿捏的呀，让我也拴你一个吧。”那么第6届环球拳王争霸赛呢，得到了鹤壁奇水酒业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也使得观众朋友们能够欣赏第6届环球拳王争霸赛。比赛来到第2回合，布莱德已经发觉事态严重性，因为自己的进攻动作根本无法造成太大威胁，但是义龙却一直用腿法动作瞄准自己的薄弱处，这也导致布莱德不停地被击倒重创。此时此刻，布莱德已经不奢求能够拿下比赛。如果可以拖延比赛时间的方法打完全程，布莱德绝对不敢再招惹如此恐怖的少林武僧。你不是说泰拳硬吗？看看中国功夫的硬。在义龙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国功夫的这种硬功。
今天这个一龙尝到这第三腿的甜头了，因为觉得对方这个下盘不稳啊，身材比较高嘛。你看，又准备扫倒对手。低扫不行，我来个高扫上头，还行吗？因为我们很多的观众之所以喜欢一龙的比赛，就是他在比赛由于布莱德的教练不停呐喊发起进攻，布莱德也开始化被动为主动，想要与一龙好好的拼拳换脚争夺比分。碍于实力的差距太过明显巨大，布莱德的进攻完全就是给一龙在挠痒痒。只能说赛前有多么嚣张，这时候就有多么狼狈。在闭关训练1年时间状态下的一龙，绝非普通选手能够相比的。少林拳也还是练咏春，并且在咏春比赛当中还获得过全国的前3名。这时候实力这个蓝方啊，海登应该抓住现在这个一龙想调整体力的时候，进攻节奏明显欺骗右倾，要把比赛带起来，你还能挽回点颜面。这个我们党裁判蒋威说，你这个膝法是不允许上头，因为武林风的竞赛规则，肘不允许用，主动抱摔不允许用，膝不允许击对方的头部。比赛来到第3回合，这时候布莱德已经失去了反击的能力，只能被一龙各种腿法招式打得极为狼狈。赛前可是布莱德主动推搡一龙，声称中国功夫没有用。这时候的布莱德才算明白山外有人的道理。这最后的时间也是最难熬的时刻，万一没有做好防守，随时都会被一龙 KO 送走。要知道海登的耐力是非常好的啊，一口是吃不了胖。我们就从海东这第3局比赛来看，你看他的这个抗击打的能力，包括他的比赛的有氧代谢能力都是很强的。到现在来看，他这个体能还是非常好，可以空档太大，转身的后蹬。他转身后蹬啊，是一龙非常拿手的，但是他这个发力点不够，就转身就蹬的那个位置和力度再狠一点，对方才能坐在那儿被岔气儿，你才有给你下一步的这个出拳奠定基础。你只有转身这个动作，而你的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你还是在浪费体力。第3局已经倒计时，你看一左一右，比赛时间到，比赛人。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武僧一龙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一龙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